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家庭明明祖上积德，子孙也算孝顺，可这些年却总是运势平平，生意卡壳，甚至家里时不时出点小状况。告诉你，因为你根本不懂清明祭祖背后那份老祖宗留下的天机，你在错误的方式里瞎祭，把祖先的护佑提前给挡住了。你看现在的人，一到清明就匆匆忙忙带几样东西往墓地一摆，烧点纸钱就算完事，这个现象太普遍。很多40、50岁的人辛辛苦苦打拼了大半辈子，结果呢，祭祖回来之后，家里该不顺的还是不顺，孩子读书不顺，生意谈着谈着就黄了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不通，心里那个委屈跟谁说，人家还觉得你在迷信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懂天理嘛。特别是今年2026丙午年，火马之年，火气特别旺，清明又碰上这个节点，很多家庭如果祭祖的礼数没摆对，不但接不上祖德，反而容易把小问题放大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清明祭祖到底要带哪3样东西，才能让祖先真正保佑你家发3代。但在讲这3样东西之前，我必须先点醒你们，因为如果你心不定，理不正，老祖宗给你再大的福报，你也接不住，甚至还会被反噬。我以前认识一个老陈，50出头的年纪，做点小生意，家里3代同堂。你以为他很快乐吗？我告诉你，他痛苦得不得了。每年清明，他都带一堆水果糕点去扫墓。结果呢，祭完回来，生意突然卡住，客户莫名其妙跑了，老婆还跟他吵架，说你看祖先都保佑我们。他跑来找我诉苦，一个大男人眼眶都红了。他说，曾教授，我每年清明都没少去啊，我对祖先够尊重了，为什么家里还是这么不顺？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我听完淡淡一笑，毫不客气地跟他说，你呀，就是记得不对。他愣住了，觉得我很无情。我说，你别拿那种眼神看我，你以为带一堆东西就是孝顺？你这是在做表面功夫，根本没把心意送到。这就是现代人最常犯的毛病，非常形式的不行事。你以为你东西带得越多，祖先就越高兴，错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阴阳失调。天地之间是有理数运行的规律。你看那棵大树为什么能枝繁叶茂？因为它的根深扎在土里。根属阴，那是见不得光，却是吸收养分。树干在上面属阳，那是迎风招展。人也是一样的道理。祭祖是讲心的，不是讲量。你在墓地摆的花里胡哨，心却浮躁，这叫阳气太散。你带着一身的焦虑和敷衍回到家，那股无形的乱气场把家里的阴阳平衡全破坏了。家里是讲情的地方，不是讲排场的地方。你光想在表面上维持一个孝顺子孙的虚名，底下根本没有诚心和敬意去支撑。风一吹，你这种技法就是连根都松了，怎么能怪祖先不保佑你？祖先的账本记得很清楚，你自己把气场搞乱了，福气进到你们家门口，一看这乌烟瘴气，转头就走了。很多朋友现在就跟这个老陈一样，陷入了祭祖的困局。你越是着急，带东西越多，网收得越紧。但是各位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易经从来不是用来算命。易经是告诉你天地运行的规律，告诉你如何在清明这个节点找到生机。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老陈的故事，
看看这一切到底该怎么解。我常说一句话，诚这个字，左边是一个言，右边是一个诚。一个人如果心不诚，他的理就白做了。我们接着讲那个老陈，他跟我诉苦的时候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每年清明都花不少钱买东西。我对祖先够意思了，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孝子，全家人都该顺起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。你以为东西多就是敬意，你以为行事足就有回报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懂得礼数，你的祭祀在祖先眼里可能是敷衍，你的忙碌在老天爷眼里可能是瞎折腾。老陈跟我讲了一个细节，我听了都替他感到可惜。那是去年清明，他特地买了最贵的水果，还带了整只烧鸡，兴冲冲的去墓地。他心里想着，我这么大方，祖先该满意了。结果呢，摆完东西点香的时候，手机响个不停，他还接了2个生意电话。烧纸的时候又跟旁边亲戚聊天笑闹，结果祭完回来没几天，家里就出了点小状况。他跑来问我，曾教授，我到底哪里不对了？我对祖先不够诚吗？我听完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，你最大的错就是你太行事，但你的心用错了地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礼失而求诸也。我跟老陈解释，一个祭祖就像一个太极图，心是阴，礼是阳，外面是形式，里面是诚意。你在墓地是摆贡品，你要庄重，你要安静，那是阳，但你得把心里的敬意先放进去。结果你呢，你把世俗的那一套带进去了。你买贵东西，表面上是孝顺，实则是在做交易。你的气场里写着，你看我这么破费，你们祖先应该要回报我。哎呀，这就是懂道理吗？祭祖是讲心的地方，不是讲量的地方，更不是搞交换的地方。你越想展现你的诚意，你的祖先就越觉得心意没到，久而久之，福气只能关上门，因为他们在能量上感受不到你的真。老陈听得愣住了，手里的茶杯都在微微发抖。我接着跟他说，你现在的状态在命理上叫火旺无根，今年丙午年火气冲天，清明又是阳气上升的节点。如果你的技法本身就浮躁，里面全是焦虑和形式，那这团火一烧起来，不是照亮家族，而是把家运烧得焦头烂额。你看那大自然的规律，春雨是怎么来的？往往是先有了润物细无声的准备，再加上一点阳气。老陈现在的形式主义就是在透支他未来的祖德，他以为他在尽孝，其实他在消耗他的诚。各位，接下来我要讲的这句话，你如果听懂了，你们家至少3代不会断香火。人生的兴旺不在于你带了多少东西，而在于你守住了什么。今年清明属火的丙午年，有一股祖德将要进来。祖德是什么？是家族的根基。统帅需要天天上阵吗？不需要。统帅需要的是那份诚心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定力。老陈现在这种到处买东西，到处拍照，到处诉苦的样子，哪有一点敬主的身影？他这是在自降身价，把原本该得的护佑全弄散了。我跟老陈说，你回去先做一件事，不要再急着买一大堆东西。你清明那天安安静静的准备3样东西，什么都不要多说，更不要提你工作有多忙。你要把那个我字缩小，把那个诚字放大。他一脸疑惑问我，这样就有用吗？我淡淡一笑，
这就叫以诚感天。你如果不把心静下来，等到清明那天那黄金机会来到，你只会看到福气从你眼前划过，因为你的眼睛里全是浮躁，根本看不见天机。老陈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他过去几年的不顺，竟然是他自己求来的。他以为的行事，其实是在逆天而行。各位，听完老陈的故事，你心里可能在想，曾教授，那既然不该瞎记，那我到底该带什么？老天爷难道就看着我家不顺吗？告诉你，老天爷从来不亏待懂得礼数的人。你现在觉得不顺，是因为你在该成的时候还在搞形式，那当然接不到主的，你得等等那个天时来到。这个天时就在今年清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年份你祭祖之后家里顺风顺水，有些年份你祭完反而更乱。这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，这是你跟祖先磁场对不对上的问题。2026丙午年在60甲子里面是火气极旺的，天干是丙火，地支是午火，这在命理学上叫做天地同气。丙火是什么？是太阳之火，是光明正大的力量。午火是什么？是正午的烈日，是火气最盛的时辰，火上加火，火势冲天。这代表整个2026年社会上的能量场是极度外放。那么这团火跟你清明祭祖有什么关系？祭祖本身就是木生火的道理，但你不要把祭祖理解成你要去帮祖先干活，那你就又变回那个形式主义的老陈了。在易经的理论中，清明时节正值春分之后，阳气上升，如果你祭得对，就能借这股火势把祖德点燃。各位，我现在就告诉你这3样东西到底是什么。第一样是最重要的清酒。为什么祭祖要带清酒？这个习俗其实非常古老，中国自古以来的祭祀礼仪几乎都离不开奠酒这个动作。古代祭天地、祭宗庙、祭祖先都会先献酒。酒在祭祀文化里象征的是一种敬意，也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。古人认为酒性温而能行，气味可以上达，所以在祭祀的时候用酒来表达心意是最庄重的一种方式。清明扫墓时，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固定的做法，就是在墓前摆上3杯酒。3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里本来就很重要，天人地叫三才，很多祭祀礼数也喜欢用3杯酒放在墓前，一方面象征敬天、敬地、敬祖先，一方面代表礼数周全。酒不需要很昂贵，但一定要干净端正。最常见的就是米酒或者简单的白酒，有些家庭不用酒而用茶代替，这也是可以的。但按照传统来说，酒仍然是最普遍的一种贡品。酒杯通常准备3个小杯，祭拜10到8分满即可，不需要倒到溢出来。古人做事讲究分寸，酒太满反而显得浮躁。8分满象征有余地，也代表家族的福气可以长久延续。到了墓地之后，第一件事不是急着摆东西，而是先整理祖先的墓地，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，把墓碑擦一擦，让整个环境看起来整洁。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敬意。很多老人常说，祖先的地方干净，子孙的运气才会顺。这句话从风水角度来看，其实也有道理。祖坟代表一个家族的根系，如果长期杂草丛生，破败不整，整个家族的气场也会受到影响。整理好之后，把贡品摆放整齐，再把3杯酒倒好放在墓前，接着点香向祖先禀告今天是哪一房子孙来扫墓，家里近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家人平安与否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是整个祭祖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因为祭祖不是形式，而是一种心意的表达。古人说诚则灵，心里真有祖先，这个祭祀才有意义。香烧到一半的时候，很多地方会把酒轻轻洒在墓前的土地上，象征祖先已经接受了供奉，也表示子孙的心意已经送达。这个动作在不少地方的清明祭拜流程里都能看到，整个过程不需要太繁复，但要安静庄重。记住，最忌讳的就是在墓地嬉笑打闹或者随便拍照，这样不但失了礼数，也会让整个祭祀的气场变得混乱。很多人觉得祭祖只是传统习俗，但从命理和风水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如果能记得祖先、敬重祖先，往往也比较容易得到祖德的庇佑。所以祖德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，而是一种家族气场的延续。家族的根气稳呢，子孙的运势自然也会比较顺。所以清明祭祖第一样东西清酒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在整个祭祀礼数里，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。礼一立起来，整个祭祖的气场也就稳了。第二样东西很多人都会带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真正的寓意。这个东西就是鸡蛋。鸡蛋在中国民间其实有很深的象征意义。你去看很多传统习俗，像是孩子满月、周岁，甚至一些祈福仪式，都会看到鸡蛋的影子。为什么？因为鸡蛋象征的是新生。一颗蛋外面看起来只是普通的蛋壳，但里面孕育的是生命。古人很早就用鸡蛋来比喻万物的开始，所以在民间观念里，鸡蛋代表的是生生不息，家族延续。清明节本身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气，它在春分之后，天地阳气逐渐旺盛，万物开始生长。这个时候去祭祖，本身就带有一层承接祖德、延续香火的含义。所以很多地方扫墓时会带几颗煮熟的鸡蛋放在墓前供奉，这个习俗在不少地区都能看到。虽然细节各有不同，但象征的意思都差不多。希望祖先保佑家族人丁兴旺，子孙一代接一代。那鸡蛋应该怎么准备？这里其实有一些讲究。第一，最好用熟鸡蛋，不用生蛋，因为祭祖的贡品一般都是可以直接食用的东西。古人讲食供，就是供奉祖先的食物，象征和祖先共享家中的饭食。所以鸡蛋通常会提前煮熟，外壳保持完整，不要破裂。蛋壳如果破了，在民间观念里就有气散的意思，太吉利。第二，数量不要乱带，最常见的是3颗或者6颗。3代表三才，也象征家族稳固。6在民间寓意顺利，所以有些家庭会带6颗，很少人会带4颗，因为4在很多地方的习俗里寓意不好，所以通常会避开。第三，鸡蛋最好要清洗干净，保持完整，不要有裂痕。有些地方还会在蛋壳上轻轻点一点红色，象征喜气。不过这不是必须的做法，只是部分地区的习俗。到了墓地之后，鸡蛋通常会和其他贡品一起摆放，一般会放在白饭或者糕点旁边，整齐排好。整个供桌的摆放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规律，酒在前，食物在中间，水果在两侧，鸡蛋属于食物的一种，所以放在贡品中间位置比较合适。祭拜完成之后，鸡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，很多地方会把蛋壳敲开，然后把蛋壳碎片
撒在墓前的土地上。这个动作在民间被称为脱壳，意思是把旧的一年的晦气、困难、阻碍全部脱掉，象征新的运势开始。蛋壳碎裂，但里面的蛋却是完整的，寓意破旧立新。还有一些地方祭拜完之后会把鸡蛋带回家，全家人一起吃。这个做法在很多家庭都能看到。民间常说祖先吃过的食物有福气，意思是供奉过祖先的食物已经得到了祖先的庇佑，家人一起吃下去也有一种把福气带回家的意思。从风水和命理的角度来看，鸡蛋还有另外一层寓意，就是圆满。鸡蛋是圆的，而圆在中国文化里象征圆满团聚。清明本来就是一个家族团聚、祭祖追思的节日，鸡蛋这个贡品其实非常贴合这个节气的含义。所以很多老一辈的人会说，清明扫墓时带几颗鸡蛋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寓意却很好。它象征的是家族的延续，也是子孙对祖先的一份心意。第三样东西其实和每个家庭的生活最有关系，那就是白饭。很多人扫墓的时候会带水果、糕点、饼干，但真正最传统、最常见的一样贡品，其实就是一碗白饭。这个习俗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，特别是南方和华人地区。清明祭祖常常会准备几碗白米饭，搭配酒、水果或者简单的菜肴一起供在墓前。白饭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它象征的是一个家庭最根本的东西粮食。古人讲一句话，民以食为天。一个家庭能不能过得好，不是看家里有多少金银，而是看家里有没有饭吃。在古代社会，粮食就是最大的财富，所以白米饭其实代表的是家族的根基。祭祖时带一碗白饭，就是告诉祖先子孙没有忘本，也象征家族的生活能够安稳延续。从民俗角度来看，白饭还有一层含义，就是供食。祭祖时把家里平常吃的饭菜供奉给祖先，象征祖先与子孙仍然在同一个家族之中。很多地方扫墓时会准备3碗白饭，旁边放3双筷子，表示请祖先享用。这种做法在华人社会其实很常见，也是祭祖仪式里比较固定的一种贡品形式。那白饭应该怎么准备？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讲究。第一，饭要干净新鲜，最好是当天早上煮的米饭，不要用隔夜饭。古人做祭祀非常重视新，意思是贡品要新鲜干净，表示对祖先的尊敬。第二，饭不要装得乱七八糟，一般会用小碗装7分到8分满即可，不要堆得太高。古人做事情讲究平稳，贡品整齐干净，看起来端正就是最好的礼数。第三，筷子的摆放也要注意，筷子通常会平放在碗上，不会插在饭里，因为筷子插在饭里，在民间观念里比较像祭奠的形式，所以清明祭祖时一般会避免这样摆。到了墓地之后，白饭通常会放在供桌的中间位置，前面是酒，后面是水果或者其他贡品。整个供桌不需要太复杂，但要整齐。记住，最忌讳的是东西乱摆，贡品凌乱，这样看起来就没有诚意。完成之后，白饭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有些地方会把饭留在墓前一段时间，象征祖先已经享用了贡品。也有一些地方会把贡品带回家，让家人一起吃。民间常说吃过祖先的食物带回家吃，象征祖先赐福。这种做法在很多家庭其实都能看到。如果从风水的角度来看，白饭还象征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良气。
一个家庭只要阳气充足，生活就比较安稳。很多老一辈的人常说，祭祖的时候一定要带饭，意思就是不忘祖先养育后代的恩情，也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衣食无忧。所以清明祭祖带这3样东西，其实背后都有很深的含义。清酒代表敬意，鸡蛋象征延续，白饭则代表家族的根基与良气。这3样东西看起来都很普通，但把它们摆在目前，整个祭祖的意义就完整。我再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。历史上长孙皇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，她一生贤德，特别注重家族礼数。每年清明，她都会亲自准备简单的酒饭、鸡蛋去祭拜先祖，从不铺张，却心意十足。正是因为这份诚心，唐朝国运昌盛，子孙绵延。后世史书上说她以礼治家，以德服人，这不正是清明祭祖的真谛吗？他用最朴素的3样东西表达了最深的敬意，结果换来了家族3代的兴旺。这告诉我们，礼不在多而在诚。反过来看那些祭祖只图形式的人，最后怎么样呢？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，他们带一大堆名贵贡品拍照发朋友圈，结果呢，祖先感受不到诚心，福气自然不来，家里反而越来越散，有的甚至一代不如一代，生意败光，子孙不孝，这就叫礼崩乐坏，因果循环。老天爷的账本记得很清楚，你自己把根给忘了，福报自然就断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我要给你几个具体的操作建议，这不是迷信，就是透过外在礼数来调整你的内在气场。第一，准备这3样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心静，不要一边准备一边想生意或工作，把手机关掉，安静的煮饭、煮蛋、倒酒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养你的诚心。第二，到了墓地，先清理杂草，擦拭墓碑，再摆放3杯清酒、3颗或6颗鸡蛋、3碗白饭，摆放要整齐，酒在前，饭在中间，蛋在旁边，一切从简，但要干净庄重。第三，祭拜时要安静禀告家里近况，点香时心里默念对祖先的感恩，烧纸前把酒洒在墓前，象征心意已达。整个过程不要嬉笑，不要拍照，让气场保持纯净。第四，祭拜完不要急着回家，可以到附近热闹的地方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让阳气把可能的阴气带走。回家后，全家人可以把带回的鸡蛋和白饭一起吃，把祖先的福气带进家门。第五，如果实在不能回去扫墓，可以在家中准备这3样东西，在地上画个圈，写上祖先姓名，默念心意，一样能感受到祖先的回应。大家要记住，命理不是迷信，它是大数据，是老祖宗对天时地利的深刻观察。今年丙午年这股火势确实要来了，但如果你不把祭祖的礼数准备好，火烧得再旺，你也只是白忙一场，那多划不来。老天爷的账本记得很清楚，诚心给你舞台，你要有那个身段去接福。讲了这么多清明祭祖的3样东西与祖德的玄机，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句心里话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，最后争的是什么？真的是一口气，真的是一个力。但易经告诉我们，最高的理就是自然。我讲这些听得进去的自然听得进去，听不进去的我也不勉强，这就叫道法自然。今天
我把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整理出来，不是为了让你变得投机取巧，而是希望在这火旺的2026年为大家传递一份正能量。这是在做点亮心灯的事，让大家在清明这个节点能看到一点主德的光。就像我当年对老陈说的，你与其去求祖先，不如去承祭。祖先那是天时，你把自己心诚做好，那是地利。你与祖先和谐相处，那是人和。天时地利人和凑齐了，你的家运自然就翻转了。我不需要各位打赏，大家赚钱都不容易。我讲这些课是为了结缘，是为了让老祖宗的东西不被遗忘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番话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有点道理，那就请你动动手，点个赞，分享给你的家人看看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无量功德。你分享出去，可能就无意间拉了一个正在迷茫的朋友一把，可能就挽救了一个濒临散落的家庭。老天爷的账本记得很清楚，善有善报，这份福报最终都会回到你和你子孙的身上。各位朋友，2026年的清明已经近在眼前，那3样东西的窗口也就在眼前。莫焦虑，莫铺张，做好你该做的礼数，说好你该说的心意，感恩你该感恩的祖先。当你把自己活成一份诚主德，自然会为你护佑。认同的朋友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主德护佑或者家和万事兴，让我们把这份好磁场传递出去，保佑全家平安，万事大吉，子孙绵延。谢谢大家。